护军，禁令王到。殿下，来喝茶。温山进贡的上好品种。你还装？你早就知道我会来。殿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大的火气呀！私住房的一切是不是你早就安排好的？陷害重臣，私铸玄铁，谋害未来的侧王妃，条条都够你死。殿下，你说的话我可听不懂啊！别以为你用些阴险的手段，就可以瞒天过海。哼，证据呢？殿下若有证据，大可放到彭城王面前。恐怕现在彭城王也是束手无策吧？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我死无所谓啊，我是怕他也活不了。果然是你！看殿下的样子，是动了真情了。他的毒除了我，无人能解。把解药给我。一个女人而已，值得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她可是你四哥的女人。彭城王本就对你心存忌惮，处处设防。他若是知道了，你连他的女人都惦记。你不用在这挑拨离间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在母妃面前几尽谗言，不就是想让我和你同流合污吗？陆源，我告诉你，痴心妄想。殿下，你何必自欺欺人呢？彭城王的左膀右臂，可是牢里的那对父子，不是你这个忠心为他的六弟呀。围剿私铸坊这么大的事，他一早就安排了沈之暗中行动。他可有向你这个好弟弟透露过只言片语？你与我陆家是亲族关系，他怎么可能相信你？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杀了你。殿下，你生性豪爽，爱憎分明，难能可贵。可是权欲面前，谁又能信得过谁呢？彭城王身为监正，他的御权之术，绝非是你所能揣度的。你我虽有分歧，但我们毕竟是表兄弟，我是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和太妃之事，否则岂不是自断后路？殿下，你生来就是皇族，可我陆源，再如何拼命，也不过是个机关算尽的辅臣呢。我自然知道奸假已喻的道理，所以，只要是你的意愿，下官都会双手奉上。更何况一个女人。你想怎样？雪球，诏任陆远督造玄铁兵刃，训练精兵，以备军需，敬陵王谕。这是表兄代为殿下你的符令，
你觉得可否妥当？陆远，你也会怕？我刚才对殿下所言，皆是发自肺腑啊！更何况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辅佐殿下，让殿下为我陆家筹谋半分，也不为过吧？否则，表兄如何才能安心呢？时移世易，还望殿下你好好思量。道同不同，在于谋，更在于人。这符令现在只差殿下的大印了。既然能令你我各得其所，殿下你何乐而不为呢？这毒啊，每时每刻都会让人如同百虫蚀骨。公子此曲慷慨激昂，激荡万千。可是，在婉儿听来，弦外之音却有着无限的伤感，是忧愁、疑虑，又好像是无可奈何。公子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？知音，果然是知音。你说这世间之事，为何总是那么的不如人愿？我付出真心，却得不到回报。正义也永远战胜不了邪恶。如果这一切都是注定的，那我还坚持什么？可是，在婉儿看来，只要公子做的事情是心之所愿，坚持与不坚持都是有意义的。如果坚持得不到结果，那也许只有妥协是最好的选择吧。公子，太晚了，回去吧。李哥，娘，我没事，好多了。这药是精灵王送来的药，他说此药一定能救姐姐。他又救了我一次。李哥，
先把身体养好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殿下，殿下，沈小姐求见。不见。啊，赶紧让她走。是。沈小姐，精灵王不在府中，您有何事？我是来感谢殿下帮我找到解药的。好，我一定转告殿下。沈小姐还有何事？有劳殿下，有没有办法让我见见我爹？爹，大哥，别聊太久啊！好。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是精灵王帮我的。爹，大哥，这是娘亲手做的结饼，让我带来给你们尝尝。你娘还好吗？家里一切都好，你们放心。那就好。爹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其实，我早就知道陆远私造玄铁之事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竟然会利用这件事情陷害我们沈家。你跟陆远到底有什么过节？他杀害了我最亲的姐妹。原来如此。即便不是你，他也不会放过我们沈家的。可是爹和大哥，你们怎么会去驻防？爹在你的房间发现陆远的密件，便赶往了栖霞山，不料中了陆远的暗算。我本是奉命围剿陆远，可当我赶到的时候，只看到爹一个人晕倒在私塾房内。随后，陆远和廷尉就来了。是爹疏忽，没有防范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你们的。你别冲动，先把你知道的告诉爹。我打听到，陆远在决定完成最后一批玄铁之后，他就会毁了驻防。精灵王正好也在调查此事，所以，我们集结了人手进入私筑房。陆远正派人运送玄铁，我们拼死从陆远的手中救下了那些匠人。对了，爹，那些匠人都认得陆远，或许有了他们，就能翻案。也好，起码可以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。你要小心，小心，妹妹。明天就庭审了。夫人，陆远他作恶多端，总会留下蛛丝马迹，您可千万别急坏了身体。若是明天将军回来，看见您这么憔悴，他该多心疼啊！明天能回来吗？一定能。夫人，王小姐，王公上门拜访。夫人，
我去就回。紫金，还是跟你爹回去吧。毕竟你还没过门。况且侄儿也不知道。夫人，不管沈之怎么样，我都会留在这里。听爹的话，跟我回去。女儿不走。你看看，沈家如今大难临头，明日就是庭审，如若翻不了身，那是抄家灭族的重罪。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听爹的话，回家啊！爹，我虽未过门，但我的心早已给了沈之。对不起，我不走。你难道是疯了吗？您从小就教导我，要立身行道，始终如一。如今沈家蒙难，我怎能弃之不顾啊，爹？你是自己回去，还是我叫人把你绑回去？爹，对不起，我心意已决。我绝不离开沈家。大哥，不能去啊！要是被人发现你从黑甲军中逃出来，这可是死罪啊！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就是啊，大哥，对啊，大哥，不能去啊，不能去啊，大哥。霍大哥，虽然我们冒死救出了驻防的匠人们，但是栖霞山只是陆远的九牛一毛。此次若不斩草除根，还放虎归山的话，日后又不知道要有多少的冤魂会死在他的刀下。如今沈将军父子眼看就要庭审了。霍大哥，你真的能眼睁睁地看着陆远陷害忠良，自己却逍遥法外吗？眼下能拖住时间的，只有你们了。只要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找到证据指证陆远。咱们冒了这么大风险，就是为了拖延时间。你想找证据，现在驻防也毁了，玄刃也没了，咱们上哪儿找证据啊？是啊，上哪儿没了？上哪儿找？各位，我以性命担保，请大家相信我一次。我一定可以找到证据指证陆远，而且大家也可以平安无事。我们怎么相信你？我们可是黑甲兵啊！就算你指证陆远，我们逃兵的罪名可以洗脱吗？你为了救沈廷章，就要牺牲我们吗？我们不愿意。我求求你，你走吧。是啊，我们只想过安稳的日子。快走吧！我们只想过安稳日子呀！你回去吧。走啊，走啊，走。明日，我会等着你们的到来。公道自在人心，霍大哥，我相信你。殿下，从沈府抄没的私铸账册，一桩桩一件件，真的是天衣无缝，可谓是铁证如山。我担心明天的庭审恐怕是……这些都是弹劾你之前拖延庭审的奏书，
你怕吗？下官领廷尉役之时曾有誓言：不畏闲言，不惧强权，以正断案，以法治邦。即使如此，你我竭力一搏，即便是明日庭审无法翻案，但只要是找出疑点，便还可再做拖延。下官现在就回去重新梳理案卷，查为实漏，看看是否还有遗漏。好。时微见臣节，我相信以廷尉的断案能力，沈家定有生机。下官定不负殿下所托。殿下，那位姑娘做的记号和零星的车辙印已标记在了地图上。水路，出江口，定是往西去了。四哥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这些都是我给你留下的记号啊。多亏了你，我才找到线索。是水路。不错，水路西行，我们沿路而查，这么多的悬刃，它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就算留下痕迹，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？沈将军定案迫在眉睫，若是在定罪之前还没有找到陆远，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。我已经去找过霍云大哥了，希望他带着匠人们可以去作证，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黑甲军的逃兵，若是身份暴露，定是死罪。相信该说的，你都已经说了。至于他们愿不愿意站出来，那是他们自己的抉择。以我对霍云这个人的了解，你的话他应该都听到心里去了。而且，只要沈将军能够抵命不认，庭审上也未必会即刻定罪。我相信他们会来的。那日我失约了，真是对不起。四哥不必多做解释，一定是事出有因，我相信你。霍大哥，请一定要来。沈廷章，你可认罪？当然不认。臣追随高祖皇帝20载，忠心护主，守将安民，绝无枉法之心，更无谋逆之念。廷尉，
我等冤枉。既不认罪，可否有新的人证物证以证清白？廷尉，当日从栖霞山驻防搜出的玄刃还不够吗？你可别忘了，本护军和彭城王可都在场，铁证如山。廷尉，你还不定罪？廷尉审案自有章程。怎么，护军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吗？那好，既然廷尉有审案的章程，我也有对本案的监审之权啊。本护军按章审问，这总不为过吧？沈廷章，这是什么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哼，这是在你的书房中查抄所得。驻防账册5本，私印2枚，与驻防书信往来17封。根据账册记录，共铸兵器4200件，这与驻防查抄出来的兵器数目完全吻合。满口胡言！纯属栽赃！不认啊！我告诉你们俩，廷尉已经查验过笔记了，确凿无疑。官册中的藏匿之处也一一查实。你们还敢在公堂之上矢口否认？看来不动刑你们是不会招了。动刑！陆远。所有证据全是你无中生有，一切还没有定论，你敢动刑？沈迟，20章。站住！站住！让我进去！不准擅闯廷尉府！你们让开，让我进去！我要去见我爹！不招，又行了。招还是不招啊？2位将军果然是久经沙场之人呢。既然都是硬骨头，那就继续给我打！慢！护军，适可而止吧。本官绝不允许屈打成招。廷尉，难道他们一日不招，你就一日不定案吗？还是你有什么私心，想要一拖再拖啊？我看有私心的是护军吧？你这分明是公报私仇。让我进去！不准擅闯廷尉府！你们让开，让我进去！我要去见我爹！我要去见我爹！你们放我进去！放我进去！沈小姐，霍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。没有你跟金陵王，我们也逃不出陆远的手掌。都是我们太自私了，只要救得出忠良之臣，我们义不容辞。霍大哥义薄云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。
讨民霍云有驻防一案隐情，特来向廷尉禀告。廷尉，外面有人声称驻防一案另有隐情。快传。是。参见廷尉，有何隐情？快说。驻防一案，沈将军是被奸人所冤枉。说。廷尉有所不知，此驻防是为陆远所有，玄铁锻造极为残酷，触碰之人或伤或死。高祖皇帝曾明令禁止。这些人便是碰过玄铁之水的人，还请廷尉根据朝中记载来核对他们的伤势，再确认身份。他们曾多次在驻防见过陆远，还请廷尉明鉴。陆远，作何解释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？黑甲军图腾，此人名叫霍云，是一个逃兵，因为对我陆家怀恨在心，所以构陷于我。廷尉，一个逃兵的话，难道你也信吗？以我大宋军法，逃兵者就地处决呀！给我拿下！谁敢？纵使霍云是个逃兵，可他现在是驻防案的人证，在案件定案之前，本官不会放过一丝线索。若护军想要行军法，那还是等结案之后吧。廷尉，你是铁了心要和我作对，包庇谋逆之人。护军谬言，廷尉办案，岂可草率？来人，将霍云与一干人证押入廷尉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接触。是。殿下，廷尉到了。殿下，又有新的证据。去外面，对着他们说，让他们都听见，大声点。是。沈廷章、沈直私铸玄铁一案，经庭审，二人拒不认供。案审之中又有新人新证，下官恳请彭城王为求公正严谨，以15日为限提审人证。殿下。主公，今日庭审又出现新的人证，本王自不会轻易下断论。毕竟事关朝堂重臣，还是谨慎为好。准，廷尉之言。是。廷尉力排众议，争取了15日的时间，必须要尽快找到陆远的养兵之所。可豢养私兵毕竟是死罪，陆远此番布局定然隐秘备至。我们该从何杀起？玄铁水陆西行，若为日后谋事，应该不会太远。殿下，查得如何？
从朱雀行出去的船只于3日前便抵达了武昌郡，在武昌郡卸货以后，剩下的货物便分别被送往了新安、豫章、襄阳，还有巴陵。这是什么？旧地图。工商角徵羽，这便是现在的武昌、新安、豫章、襄阳，还有巴陵这5地。没错。武昌。武昌。去查武昌。是。小心行事，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爹的书房里面还能找出那么多的账册和书信，说明若不是府内的人，绝对不可能做到。你的意思是府里人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会呢？姐姐，那天你跟我说过，你在书房外见到的是沈乐清。他说他要去佛堂祈福，顺便经过那里。佛堂？可佛堂根本就不在那里啊！离哥，紫荆。娘，您怎么出来啦？你们俩站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在这说会儿话。对了，娘，那日爹是如何在我的房间找到书信的？那日青儿做了玉蔻糕，说要向你赔罪，拉着你爹去的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娘，夜里头凉，您赶紧回屋歇息吧。嗯，夫人，我扶您回房间。好。李哥，这手串被进了剧毒，你的毒就是因此所致。林夕，林夕，什么声音啊？小姐，怎么了？这瓶子怎么？手串，手串怎么会在这儿？林夕，快把这个拿走，这个有毒。有毒，小姐，快去啊！快去啊！大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有毒啊？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，我中毒是因为手串，连娘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我，又是你啊！3番4次的针对我，你以为我的忍耐是没有限度的吗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自从你回来，爹和娘的眼里就只有你。这么多年，我不过是你的替代品，你甚至可以嫁入彭城王府为妃，而我只能远嫁同城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
这一切原本就是应该属于我的，是你突然出现，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我只是想要把它拿回来。我有什么错？我有什么错？但你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抢也无用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定会自食恶果。即便是自食恶果，我也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你恨我，是我抢走了你的一切，我可以理解。那爹和大哥呢？你为何要把账本放进爹的书房？他们是你的家人，你怎么忍心这么做？你不要胡言乱语，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我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？我也是沈家人，沈家出的事我也脱不了干系。知道自己是沈家人就好。你给我听好了，陆远是不会保你的，他也保不了你。但凡沈家今天要是出了一丁点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沈离哥，没有证据你就不要血口喷人。这件事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？爹为何会去栖霞山？你会不知道？沈乐清，若不是看在娘的面子上，你觉得我能忍你到今天吗？你会活到现在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此时此刻起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，每天吃斋念佛，祈祷着爹和大哥早日回来，否则我定会让你陪葬。小姐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有些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得天天想着害人，更有甚者，不惜伤害父母兄弟。来，喝。来。我也想不通，为什么至亲之间会有那么多的防备和猜忌。怪只怪这世间之事太多无解。来，我们一醉解千愁。干！可这酒哪真能解愁啊？该解决的事情总要去解决，只要一想到沈廷章父子仍在大狱之中，我便很难安心。凡事皆有转机。